每个人面对音乐啊，都有自己的一把尺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你频道叫什么 We want J，We want J 世界。我不知道用什么角度跟你们就是介绍我自己。那我频道上面也有讲说，我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角色，就是我几乎什么都做。那简单来说的话，我是五月天的录音师、混音师。那这些东西我都是一步一脚印去学的。当然过程中还当过主持人，因为五月天在最初期的时候，我们的签唱会，然后因为我对他们了解还蛮，不了解啦，就是相处也蛮深的，所以。也不是相处了，反正就是认识蛮久了，然后所以他们愿意把主持的工作交给我做，然后在早期也曾经跟彭慧腾一起做过技师，几乎什么事情都做过了，然后后来在演唱会上面也是合音嘛，发型可以吗？可以哈，真的可以哈。衣服拉一下。哎，这个真的，你前期如果没有注意，你是这样子录完一整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录完一整集之后，你回去看回放，就气死！我那头发你都不跟我讲一下，那个中间怎么挡住了这样？对，还是会在意的，对不对哈？因为我一直在做他们 demo 的后制，然后有一些音乐的形状。他们还蛮喜欢，所以后来就慢慢的让我加入，就是更深层，就是开始混音的工作，这样就是简单的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面了解一首歌要怎么产生的。那我们就先从头讲起好了。那就在当时盘古拍天那个，好了，我就从头讲起的话，就是一般来讲的话，会先有曲或先有词嘛，这两个。那在我的经验里面。比较常出现的是先有曲，那这个曲子可能是只是一遍歌而已。所谓一遍歌，就是大家知道一个主歌，然后一个副歌，再来才会有词。那词可能可以在后面一点再出来，但是也不能太后面，因为词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下一阶段编曲的氛围。你的词，你如果写的小情小爱，那你可以让乐器编曲那一些简单一些，你就可以呈现出你想要有的孤独感啊，或者是那种想爱却爱不到的感觉，揪心。但是如果你词写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话，你可能也会影响到之后编曲，可能要帮你把整个宽度拉伸到你想要讲的题目。然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编曲。那编曲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哈啊，有没有人不知道的？因为我比较好讲，不然我就说哦知道，那就跳一集。哦，原来他都不知道，那我可以讲啊，是我丢出错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编曲跟作曲会有比较 general 的误解，就是他们可能觉得，哎，编曲跟作曲不是一样吗？对，其实事实上是不一样的。编曲的话呢，是把你原本已经有曲的这个 melody， 它可能会决定它用什么和弦去决定歌曲的段落。要决定配器啊，比如说需不需要有鼓啊，需不需要有贝斯啊，需不需要各式各样的乐器在这一个。我打个比方啊，这首歌，想要偏就是西洋的情歌的话，那你一定就是有钢琴，这是一定的嘛。对，摇滚的曲风，那你一定要有电贝斯或电吉他。对，所以这是取舍的问题，那这是编曲很重要的地方嘛。那在编曲上面，它可能也会同时决定你的歌曲的形式的段落。比如说你会有主歌、副歌，还有可能会有 pre-chorus， 就是所谓的 B 段，必须要有 solo。solo 是什么东西 ？solo 谁可以决定这些编曲适当与否呢？就是制作人，有一个 producer， 他可能要有一个非常到位的音乐的。抱歉，我失态了。制作人来了一个，他一个 overall 的 common sense， 不是 common sense 哦，也 overall 的 sense。他可能一听到这个曲之后，他就知道他这个会有什么发展，最大可以做到什么样子，最小可以做到什么样子。他会有他一个直觉的想法。那讲到这边就不得不佩服我老板，就是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理解。所以有一个制作人，他会依据这个曲的状态呢，去找适合的编曲老师，因为每个编曲老师的曲风可能不太一样，有些人可能比较专精在弦乐的编制上，有些人可能专精在乐团类的
编制上。当一个制作人的话，你要知道，就是你要找到对的人去做对的事情。编曲大致上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刚刚今天讲说是浅谈，因为我也不想给大家造成就是太大的负担，尤其我发现在场没有人也拿笔记出来记了。看一下，反正就是有一个人他很会弄了哈。就搞了啦，要多更挺的，又要弹吉他，又可以打鼓什么。我做完之后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它里面弦乐是 MIDI 做的。那这个制作人他可能就要想说，那我要不要找真的弦乐手来拉？我有没有这个资金、这个时间，然后我有没有人员可以去做这件事情？这件事情也是制作人要做的。所以Ray我会找人家来拉真弦乐。靠背。如果是那个话，接下来那个词就会出现，歌手或者是演唱者就可以开始进行配唱的工作。那通常呢，在配唱的工作结束之后，就会开始进行和音的编写。和音它是一个需要化学反应的东西。那自己唱自己的和音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知道自己的声音表情接下来要干嘛，你会直觉的去 follow 它。对，所以如果可以自己唱和音的话，是蛮不错的。你自己唱和音也有自己唱和音的缺点啊，你的认知可能就不会有第三方的认知，因为你看你的音乐，你已经把它看成型了嘛，你会觉得这个形状是我要的，那所以我和音也不用多加，也不用少加，这样子本来是刚刚好。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找了别人来帮你编和音的话，他可能可以给你新的想法，所以这没有一定。这个过程中，真的都好了之后，制作人也都同意了，也都觉得这个 backing 就是我们除了主唱之外的 backing， 我觉得已经都非常接近自己心中的样子的时候，就可以找一个混音师。而这个混音师的工作会是什么呢？就是把所有的乐器都精细的调整过一次，比如说大鼓有它应该要的样子，要非常紧实有密度的呢，还是要松软的那种比较有 sustain 的大鼓？这个它在混音上面可以帮忙去做取舍。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乐器，我刚刚讲的那些所有的乐器全部都做混音，然后做成一个 stereo 的音档。那这个混音师呢，他可以决定的事情也蛮多，因为包含就是要上什么样的效果器，你可以让乐器有深浅啊，有那个立体声左右的位置，你也可以呈现一些原本 demo 没有的温暖，或者是宽度，或者是空间感，这些都是由混音的过程中赋予给这首歌的。所以在国外，混音师是地位是非常高的啦。对，像我就没有很高。我们先讲解母带这两个字好。音乐比较早期的时候，我们是黑胶嘛，或者是录音带，我们会先做好一个原始的 master tape。那这个 master tape 呢，它可能就是一个黑胶的，不是那个盘带啦，对，盘 good you good。朋克神 1 point。那这个盘带呢，里面就会记录每一首歌曲的样貌，发行的工厂它就会依照这个母带呢去重复复制它嘛。这个 master tape 其实是会耗损的，但现在比较少这样的问题啦。现在我们就是 CD 嘛，然后已经数位化。回头来讲，就是什么是制作母带的过程。一张专辑可能会有好几首歌嘛，如果是 EP 可能6首歌。如果是比较 general 的专辑，可能有10首或12首，甚至有一些人比较大方的，放个14首，但是有2首是卡啦，给你练习用，对。每一首都是找不同的人咪的 ，David 咪了3首，我咪了3首，9首，然后那个法兰也咪了3首，这样子也就12首，4个人的作品。大家对音量的认知都不太一样。你觉得最大音量是什么？我觉得最大音量是什么？你觉得最大音量是什么？Master 呢，就是要把这些12首歌呢，就是至少音量把它做到平均大。有的歌曲只有 vocal， 只有钢琴，只有木吉他，跟一首歌有完整的乐团，有电吉他，有贝斯，有鼓，有什么东西都进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音量是绝对不同的，而且不能够用量表来讨论，你只能用这几年才出现的一个名词叫做响度 LUFS， 这个
这4个字的名词，依据这个响度呢，去调整每一首歌的大小，让这张专辑呢听起来12首歌差不多大。你不要说哦，这首歌听完之后，哦，爆大的，惊到转小声，对不对？到下一首歌又变成钢琴慢歌，怎么那么小，又把它转大，又到下一首歌又变爆大，你的维护啊，你来不及，你没办法好好享受这个音乐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每一个混音师对歌曲明暗的感受也会不一样。比如说，我希望这首歌暗一点啊，我希望这首歌就是很亮，大家都一听就可以感觉到这首歌的存在。所以每个人都感受不一样。母带工程师他的工作也有一个部分，就是在 balance 这一张专辑每一首歌的亮度，然后跟它的宽度还有它的紧实度。那为什么不要混音的那个人就大家都讲好，我们做到多大就好，省一笔工，就不用找母带工程师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，因为做这个压缩，让声音紧实的过程，才会让音量变大声嘛。但是呢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，不可逆。所以一旦我把它压得很大声的时候，我到时候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不想要压缩做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回不去了。以前不懂哦。以前那个只要去做母带，那个很多的前辈啊、老师都会说，你那个 headroom dynamic range 一定要留好，不然声音法兰在点头，是不是心有戚戚焉呢？我的电话留一下，就是声音的动态那一些保留得好的话，可以让你声音的宽度跟弹性来得更好。近几年我就慢慢的让自己回来比较舒服、好听的状态，这样。但也不是以前不好听哦。每个人面对音乐啊，都有自己的一把尺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你频道叫什么 ？We want J，We want J 世界，这样对。在混音的时候，基本上已经决定大概7、8成这个音乐的样子，剩下20%。就看你留多少 headroom 给那个 machine engineer。那所谓 headroom 就是你还可以压多少，压缩多少。如果大家有在做音乐，我就可以看自己音乐波形像这样你发现你的音乐的 two mix 已经变成这样子一个砖块的话，基本上已经没什么 headroom 了。不然你如果看还蛮多锯齿的，表示你的动态还有，你可以回去降起来。很无聊但是就是这么好玩。谁回家会做这种事情？就是我。就我常看电视的时候 ，HBO 的声音特别小。好，我这个也跟你解释一下。Good question。怎么说明呢？你过来做这个。为什么会发明 LUFS 这一个标准的量尺呢？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把声音做得超大声，电视的音量跟电影的音量是差非常多的。尤其 Netflix， 它在近几年，它需要的声音的响度非常非常小。它为了要确保声音的弹性，它真的是想都不想直接把所有的音量全部砍到超小声。但是你会发现 Netflix 声音是非常好的，它有声音的弹性，它也严格控管了所有声音响度的极大值跟极小值，还有平均度，就是我刚刚说的 LUFS。所以 Netflix 做法是相对好的。还有谁没有订阅不是，还有谁有问题？女生都没有人要问了。董厚成都骗我，说什么女生都很爱问我good you good。这样的工作，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在哪？最好玩的地方哪一个不好玩？最好玩的地方跟着他一起哭一起笑。然后我这个人比较 sensitive， 我很常还没做完我就哭了。在做那个跨年的那个影片的录播的时候，那时候2个礼拜没有回家，然后最后3天就索性都睡在鸡腿这样。孝光哥最终混音的时候，那个不是有倒数吗？10、9、8、7、6，新年快乐的时候，我那个蓬头垢面，然后只穿内裤这样，然后我一个人在鸡腿，我好想回家，靠，我大哭，你知道？然后就录下一段那个影片，就是先拍那个荧幕上的5月天在倒数，然后新年快乐完之后停下来转过来说：“爸爸爱你们，新年快乐。”我比较容易跟着一起哭，跟着一起笑。
那尤其动物一天工作哦，你很难不被他们感动，很难，因为他们人太急。没有啦，我意思是说，这有人拿来是讲跟一般讲不太一样，是比较正面一点。制作人跟创作人如果对这个作品的看法比较分歧的时候，食物都会怎么处理？哎，瑞，你觉得我们都怎么说？我怕他吃乖乖。互相喂对方吃乖乖。这给你吃啊，你乖一点。我刚刚讲音乐其实是由人延伸出来的一个作品嘛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冲突，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在。会有什么样的磨合，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在。我这个人在做制作上面，我是比较希望可以尊重创作的。有一些制作人，他如果是他 overall universe 的话，我讲彭二展好了，我对彭什么不行？佑胜好了，佑胜他要发片啊，佑胜他音乐不懂嘛，对不对？但是 David 说我不行，我就要佑胜发片，怎么样？你给我弄好。哦好，我来弄。这个时候我就 overall 了。如果佑胜，我觉得这些歌那个合音，你闭嘴！几个公几个你去过麦？我意思是说，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个性，那你要参照每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去。那我跟瑞的合作就是比较smooth，就是他说什么我也没有在插干他，没有，他说什么我很尊重。然后当我发现不行，你这样真的会出事，这个时候我就会出手。对，但是如果我觉得这是可行的，然后这也没有一定的话，我通常会把那个空间留给他。掌声再次谢谢各位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然后也要追踪我的脸书、微博还有 IG。我们微光界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！谢谢各位，欢迎收看微光界。